I welcome you all with my love and respect. 当 Swamiji 3岁时，他的祖父经常将他扛在肩上，带他游览宏伟的阿鲁纳查拉神庙。祖父会指着寺庙的柱子，向他讲述上面雕刻的古老往事书故事。这些神圣的故事在年幼的 Swamiji 心中播下了虔诚的种子。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一尊可爱的象头神像吸引了他的目光，他高兴地买下了它。从此，这尊象头神变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一天，在前往寺庙的路上， Swamiji 被一位说书人吸引，他正在讲述象头神的一位伟大信徒南比安达尔南比的故事。故事说，年幼的南比在供奉食物 Naivedyan 给象头神时，因为象头神没有吃，他便以头撞墙来表达自己至诚的奉献，最终感得象头神现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 Swamiji， 他立刻冲回家，从母亲那里拿来为他的象头神准备的食物，心想，为什么我的象头神不吃呢？我今天一定要让他吃。他将食物供奉在神像前，虔诚地祈祷，但食物纹丝不动。Swamiji 的脑中闪过一个天真的念头，啊哈，也许是妈妈做的食物不好吃。于是他又跑去拿了寺庙的贡品，认为这一定是象头神的最爱。然而结果还是一样。这时他想起了他的上师顾帕玛妈妈曾为他让他吃饭而威胁他要把他丢进井里。于是他用同样的逻辑，将象头神和贡品一起放进井边的水桶里，威胁道，萨米，您现在必须吃，否则我就要把您丢进井里。然而这个充满童趣的策略也失败了。在屡次尝试无果后， Swamiji 终于领悟到了故事的关键。南比安达尔南比的成功源于他那份不屈不挠的坚持不懈。于是3岁的 Swamiji 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展现同样的决心，坐在象头神面前，直到他吃下食物为止。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3天过去了。在这3天里， Swamiji 滴水未进，米粒未食，只是静静地坚定地等待着。第3天，由于体力不支， Swamiji 突然失去意识，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意识空间。就在他倒下闭上眼睛的前一刻，他在那个超然的状态中清晰地看到象头神真的吃了他供奉的食物。当他恢复意识时，发现眼前的食物真的不见了。他心中升起一丝怀疑，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吃了他？为了求证，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神像检查，结果发现在象头神的嘴边还清晰地残留着几粒食物的碎屑。这个神迹证明了纯真而且坚定不移的虔诚拥有着能够感动神明，让奇迹显化的无上力量。